如烟为什么？李玲，你还不明白吗？你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我能，我现在已经进了江城电视台，只要熬过实习期，我就能成为正式主持人。到时候你想买什么，我都给你买，好吗？主持人又如何？你知道王哥是谁吗？他可是王台长的儿子，是你一辈子都高攀不起的存在。宝贝，跟他废话干什么？我都已经安排好了，就让他滚去做最废的深夜栏目。要是收视率1个月内没有提高，就直接让他滚蛋。你这是滥用职权！我爸是台长，有本事你告我去啊！宝贝，我们走吧，房间我都开好了，一会儿可得好好伺候我。讨厌，王哥，你坏死了！原来如此，我穿越了，穿越到平行世界的自己身上，不仅被台二代抢走女朋友，还被发配到深夜栏目里做冷板凳。原神为了做出成绩，熬夜搜集鸡汤语录，但可惜，这个世界的观众都已经喝鸡汤喝吐了，节目收听率反而直转而下。原神受不了打击猝死，这才让我穿越过来。可我也没当过主持人，不知道讲什么。鸡汤也会讲毒鸡汤。对了，这个世界还没有经历过毒鸡汤的风暴，不如就让我这个毒鸡汤大王给他们来点不一样的震撼。超级系统激活，从现在开始，只要主人的言行能引起他人产生强烈的情绪波动，即可收集情绪值。情绪值可用于抽奖，奖品不限于财富、技能、未来科技，甚至天赋能力。还有系统，这简直是天助我也！你遭受的屈辱，李老师要开始了，迟早会亲自帮你讨回来。Action！ 放心吧，前身。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深夜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李玲。不出意外的话，今天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期节目，可算要停了。天天灌那些陈年鸡汤，听得我反胃。现在的人谁还信努力就有回报啊？主持人，你歇了吧。最后一天了，我们就玩点不一样，直接连线。各位听众，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说出来让我开心一下。喂，李老师，我真的撑不下去了。我跟我女朋友谈了3年恋爱，为了给她更好的未来，我每天加班到凌晨4点。可结果呢？她怀了别人的孩子，还要跟我分手。你说我这些年这么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林先生，其实你不用这么难过。您是想说，努力是有意义的？不，我是想告诉你，你不努力一下，你永远都不知道什么叫绝望。我操，什么鬼？努力获得了绝望，这是安慰？好一个绝望，杀人诛心啊！主持人吃错药了，太有趣了。收集到林先生强烈错愕情绪，情绪值加20；收集到观众爆笑情绪，情绪值加200。果然，系统就是要这么玩，用毒鸡汤狠狠地震撼他们。李老师这是受刺激疯了，这种播法算不算演播试过？等等，先别掐，你们看收视曲线，涨了，收视率涨了。别关，让他继续说。李老师，你这话也太绝望了。林先生，也别这么悲观。你要知道，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对吗？不会还是要灌鸡汤吧？那我就要溜了。什么诗和远方？我是想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明天和后天的苟且，以及数之不清的苟且。如果你没有理解的话，那我简单的用一句话来形容：人生嘛，不就是起起落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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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大不了的。
落着落着，你习惯就好了。就是这样的。好一个杀人诛心！落着落着就习惯了，哈哈，太有趣了。这哪是鸡汤，分明就是毒鸡汤。这个主持人我粉定了。这尼玛才有意思啊！虽然很扎心，但比那些心灵鸡汤要好听得多了。李老师，谢谢，我有被安慰到，只是我心里还是放不下这么多年的感情。我甚至想过，只要他回来，我可以把那个孩子当亲生的养。可他还是拒绝我。舔狗啊！看来你还没意识到分手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钱不够吗？不，分手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们在一起了。你想一下，如果你们没谈恋爱，就不会分手。不谈恋爱就不会分手，这听起来还挺有道理的。不对，李老师，这不是我想听的。我喜欢他，我想要挽回他。那就直接求婚。结婚我也想过，但是各种办法我都尝试过，但他就是坚持分手。我有一个办法，你要不要尝试一下？什么办法？你给他发个短信，就说宝儿，你把孩子生下来吧，我可以随孩子姓。哈哈哈哈哈哈！随孩子姓可还行，简直倒反天罡。这主持人有毒，完全不知道他是在安慰人还是在骂人。太有趣了，我的眼泪都快要笑干了。我当年要是有这觉悟，早就泡到女神了。随孩子姓，如果这能让他回头，我愿意。谢谢李老师，我现在就去试试。还真准备去啊？舔狗牛逼！系统查看情绪值。当前情绪值10390，可用于进行一次终极抽奖，是否立刻抽奖？不错，这么快就可以抽奖了。才终极抽奖，再攒攒，直接来个高级10连抽。好了，感谢上一位林先生的连麦，希望他能求婚成功。现在我们有请下一位粉丝。李老师你好，我最近很苦恼。请讲。我喜欢一个女生很久了，关系也特别好，经常一起聊天，一起出去玩。但前几天我跟她表白，她拒绝了，她说只当我是朋友。李老师，你说这世界上异性之间真的有纯友谊吗？当然有，真的有。只要你足够丑，4海之内皆兄弟。噗，扎心了老铁！哈哈哈，他妈4海之内皆兄弟！真相了，丑是最好的避孕药，也是友谊的防腐剂。所以他拒绝我，是因为我丑。别这么想，你要知道，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李老师，你的意思是我灵魂很有趣，对吗？我是不是应该找那种不在意我外表的女生？不，我的意思是你2样都不沾边啊。所以与其在这里纠结这些，不如努力提升一下自己。朋友，听我一句劝，先搞钱，再搞爱。2样都不沾边儿，哈哈哈哈，太损了！杀人诛心啊！我明白了，从今以后我将封心所爱，努力搞钱。谢谢李老师。看来这位朋友已经听进去了，让我们继续接通下一位。李老师你好，我想问个问题。你好，请说。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朋友。朋友？但凡这么说的都是自己吧？他特别想去高原穷游，挑战自己，但是他家里人都很反对，所以我想问问主持人，您对穷游这件事怎么看？说实话，我对穷游本身没什么意见。其实我一直觉得，年轻人不要总宅在家里，应该多出去走走，比如骑车、健身、读书。对，说得对，赞同赞同。你出去折腾一天下来，就会发现，还是宅在家里有意思。这突如其来的骚，果然闪了我的腰。太真实了，哪里有在家吹空调吃西瓜爽，花钱出去找罪受？没钱还穷浪，不知道图啥。您的意思还是没有钱的问题？难道这些问题一定要用钱来解决吗？难道钱能代表一切吗？钱能够为你解决世界上99%的问题。如果你有钱，你的朋友
就不会提出刚才那个问题。那不是还有1%解决不了吗？那可能是因为你的钱还不够。那有钱就拥有一切了呗！ No， 世界是很公平的，遵循守恒定律。当你得到了某些东西，势必会失去另一些东西。会失去什么？例如，富人得到了财富，就一定会失去烦恼。太溜了！我还以为富人会失去什么好处，没想到竟然是烦恼。呜，这话听着好难受，但又好现实，我竟然想不到反驳的理由。主持人大才，这是在变相给我们讲述道理啊！怎么样？现在还想让你朋友去穷游吗？不想了。不会被打击到自闭了吧？这可不行。这位小姐，你先不要自闭。听我给你讲一件昨天发生在我身上的悲惨故事，或许对你有帮助。主持人的悲惨故事是什么？好好奇啊！昨天是周末，我在时代广场逛街，本来一天的心情都十分美满。可就在我准备回去的时候，一辆兰博基尼带着引擎的轰鸣声从我身边路过。路过就路过吧，我也没说什么。但好死不死，我旁边就是一滩积水，那辆兰博基尼呼啸而去，直接溅起1层楼高的浪花，哗啦一下全泼我身上了。当时我很生气，非常的生气，捏着拳头看着那辆车的尾灯，暗暗发誓。发誓什么？快说啊！我才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难道是有钱有什么了不起？等我有钱了，我也开一辆更好的车，溅他一身水，打他的脸。主持人，你倒是快说啊！发誓什么了？我操，我裤子都脱了，就等这一句了。您倒是配合点啊！这主持人绝对是故意吊我们胃口。我看着那辆车的尾灯，暗暗发誓。我发誓，我以后一定要控制好我的脾气，不再让身边的人受到伤害。你们想啊，只要我控制好脾气，我就不会生气了。要是不生气的话，那不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吗？暗自发誓，以后不生气了。我以为是要励志逆袭，没想到主持人，你的脸这么厚。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救命！这哪里是深夜心灵节目，这简直是深夜爆笑栏目啊！主持人，我强都不服，就服你。收集到情绪值加100，情绪值加50，情绪值加2。主持人，谢谢你，谢谢你用这么现实又冰冷的话点醒了我，是我太想当然了。你那个朋友还想去穷游吗？不想了。记住，世上无难事，只怕有钱人。让我们祝福这位女孩以及她的朋友。好一个世上无难事，只怕有钱人。他们拒绝了你的祝福，并且点燃了炸药包，要跟你同归于尽。过分了，主持人，这是什么阴间祝福啊？我的天，爆了，真的爆了！这么多电话都赶上黄金档了，这档节目有救了！好了，下面有请下一位幸运粉丝。好，又到了下一位悲惨粉丝的个人秀了。下一位粉丝，请开始你的表演。期待，非常期待！我感觉今天晚上我是别想早睡了。主持人，我们算是连线成功了吗？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当我们牵手成功了。主持人臭不要脸！主持人，你这么会说话，要不你写本书吧？书名我都想好了，就叫《情话的艺术》。牵手成功，大型深夜相亲节目正式开始。主持人，没想到你这么会撩妹，看样子你撩了不少妹子啊。瞎说什么大实话？好了，不开玩笑了。不知这位粉丝，您有什么解不开的疑惑，或者最近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呢？没有，最近吃得好睡得好，没啥烦心事儿。
就是刚才听到你的广播，觉得你人挺逗的，所以打电话过来，就想找你聊聊天。哎，糟糕！糟糕，怎么了？可能我们要中断通话了。为什么？难道非要有故事才能和你们这个节目沟通吗？为什么？这李老师未免也太不近人情了吧？就是聊聊天怎么了？我们台里有规定，上班时间不许处对象，也不许被妞处对象，要不然我会被扣工资的。谁跟你处对象啊？你这人脸皮可真厚。李老师，情商绝了！在一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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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起！我 TM 要是早有这情商，孩子都上小学了。别说了，我单身30年，听得泪流满面。好啦好啦，不跟你闹了。虽然我没什么故事，但我对你的故事很感兴趣，比如你的爱情故事。不过看你这么会聊，一个个问，估计要说到猴年马月。你就挑一个，你印象最深的女友是谁？发生了什么事儿？瞎说，我那些个女朋友的名字，只要说个3年就能说完，不需要这么久。主持人，阿姨生你的时候，是不是忘记把你的脸生出来了？这个我不能回答你，因为当时我也不在场，但我依然记得出生时我爸爸声嘶力竭地哭了1个半月，他打死也不相信我是他的染色体遗传下来的孩子。这绝对不是我的种！后来，母亲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拉着父亲去做亲子鉴定，医生揭开被子只看了1眼就哭了，因为……回去吧，这不是你儿子，谁的也不是。人类生不出这么帅的孩子。一个实习的小护士走过来，立刻把盘好的头发一下子散开。长发为君留，此生若不嫁你，长发不剪，青灯古佛，自书归州。然后呢？然后我长到15岁都不敢上学，幼儿园的时候上了半天就不敢去了，全院的孩子、老师加院长都疯了。我的脸蛋被小女孩亲得肿成了西瓜。曾经访谈节目组来采访我，扛摄像机的那个美女晕倒了3次，负责笔录的那个小姑娘生生把中文写成了意大利文加西班牙文。最后联合国拨专款为我建造了一座藏山之所，位于喜马拉雅上的珠穆朗玛峰顶端。我站在巅峰大声呼喊：我不帅！突然天上传来上帝的声音：不，你撒谎。就是这样。来来来，我有糖尿病，我先来咨醒他。不能便宜他，我尿苦，我先来。但凡有1粒头孢，李老师喝酒的时候也不会醉成这样。尸检报告出来了，主播的内脏全是酒精。说到这里，我忍不住想拿镜子照照自己。镜子，我对不起你啊！我忘了你承受不住我的帅气，哈哈！是我的错，一切都是我的错。苍天啊，你为什么要我这么帅？主持人，你太有意思了。咱们还是说回正题吧。你所有女友当中，哪一个在你心中印象最深啊？印象最深的吗？如果说这个的话，还真有一个。这个女生是我的初恋。初恋？她怎么了？为什么让你无法忘怀？你们为什么有在一起啊？她这个人挺好的，性格好，温柔，会照顾人。至于为什么没在一起，主要原因是我觉得她可能大家也别见笑，主要是他们家比较穷。不，是非常穷。我去，渣男啊！嫌贫爱富。刚对他有点好感，瞬间幻灭了。作为一个男人，怎么能嫌弃自己喜欢的人穷呢？主持人，虽然我喜欢你的主持风格，但作为女性，我觉得你作为一个男人，
去嫌弃自己喜欢的人穷，这一点我真的看不起你。我知道这一点是不对的，我没有办法呀，他们家是真的穷，穷得令人发指。这么跟你说吧，我那个初恋家里穷得连门都没有。什么？怎么可能会有人穷到连门都没有？真的假的？主播是不是聊爆了？开始胡说八道了？谁家能穷到没门？难不成住山洞啊？我看不是人家穷，是你人品不行，故意找借口吧。主持人，你确定你没开玩笑？真的穷的连门都没有？就算是搭个木板子也算是门啊？可不是嘛，要不是他们家穷得连门都没有，我估计我早就和我初恋领证结婚了。主持人，麻烦你好好解释一下，这到底怎么回事？一个人家里怎么能穷到连门都没有？你是不是为了掩饰你嫌贫爱富，故意在这里撒谎？撒谎？我以我全国颜值协会会长的名义担保，我绝对没有撒谎。这事儿还是他亲口对我说的，我能怎么办？我也很气啊！退，不要脸！什么时候全国颜值协会让你当会长了？我怎么不知道？我就说糖尿病的别上，这不让他尝到甜头了吗？就算家里真的这么穷，按照女孩子的自尊心，也不可能这么直白的告诉你。他当时到底怎么跟你说的？真的要说吗？我感觉挺伤人家的，毕竟这是人家的隐私。说。我觉得你初恋既然敢那么坦荡的对你说，就不会生气的。那好吧，我就如实说了。故事发生在7年前，那年我16，他15，我们两个被全校公认为郎才女貌，男的英俊，女的美丽。主持人，咱们省略掉你不要脸的经历，直接奔主题。好。那天阳光明媚，下午放学时，我鼓起勇气拦住了他。放学了，我可以去你家玩吗？当我问完，我的初恋看了我一眼，随后直接道：想去我家，没门。说完，他就扬长而去，不给我任何机会。你们说，他家是不是很穷？穷的连门都没有。算了，你们骂我吧，就当我是渣男也好。毕竟我真的没有办法和一个连家门都没有的女孩子度过一生。对不起。主持人，笑死我了！这哪里是人家家里穷啊？是人家看不上你，不让你去他家玩的理由罢了。我靠，老子是真的服了，人才，绝对的人才！第一次听到被拒绝能说的这么清新脱俗的。憋了半天就放了这么一个大招。我能去你家吗？没门！不行了，快打120，我要笑断气了。好了，各位观众，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全国颜值协会也通知我现在去开会了。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各位观众，我们有缘再见。什么鬼？这才播多久啊就下了？不许下，下就取关。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宝藏节目，果然快乐都是短暂的嘛。完了，我感觉我的快乐消失了，我要 emo 了。李哥，你简直是神了！你知不知道刚才那一会儿你把台里所有的记录全给捅破了？你看这曲线垂直上升，连台里的王牌黄金档都被你甩在屁股身后了。台长要是知道，这节目绝对能保住。就算他跪下来求我留下，我也会走。我可不想帮敌人挣钱。哟，你个废物还留在这里干什么？不会是不舍得吧？哼，要不你跪下来求我，说不定我心情一好，还能让你在这儿当个扫地的。王少，不是那样的，刚才李哥的节目爆了，大爆特爆。不可能，这种深夜鸡汤节目现在狗都不看，怎么可能会爆？是真的，不信你看数据。
竟然真的爆了！王少，您看，既然节目爆了，能不能考虑让李老师留下来？你们还真以为节目爆是这个废物的功劳啊？据我所知，这种临近关停的节目，老听众都会回来告别，收视率回光返照一下，有什么可稀奇的？之前不就有一个育儿节目停播前还连续3天拿了收视率第1呢？不也一样停播？原来是这样，差点就被你骗过去的，竟然把这说成自己的功劳，真的是恬不知耻。王少，可这次的数据涨势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这个节目有多差，我能不清楚吗？说它是垃圾，它就是垃圾！傻逼，希望你以后别跪下来求着我回来。求你，李玲，白日梦还是等到白天再去做吧。是不是做梦？咱们走着瞧。反了天了！李玲，你给我等着！现在就要封杀你，让你这辈子都做不了主持人！随便。系统，我现在多少情绪值了？当前情绪值35万，可进行3次高级抽奖，是否立刻抽奖？3次高级抽奖，不错，让我看看都能抽出什么好东西。立刻抽奖！恭喜主人获得神族天赋身临其境，开启时主人讲述故事时，能让聆听者自动脑补出相应的故事画面。身临其境，只要我开口，听众就能直接看到我所描述的世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太真实了。对于主持人来说，这个技能简直是如虎添翼。哪怕以后我毒鸡汤段子讲完了，只是单纯讲故事，也能赚取不少情绪值的。让我看看接下来还能开出什么。恭喜主人获得小目标1个亿，直接1个小目标到手，太爽了！系统牛逼！恭喜主人获得厄运卡，使用后可指定目标遭受厄运。厄运卡，报仇不隔夜，那就先送你一份大礼吧。妈的，李玲那个废物还敢撞老子！哼，他算个什么东西？王哥，跟那个废物计较什么？他也就是嘴硬，没了电台的工作，他连下个月房租都交不起。夜深了，王哥，不如我们玩点游戏怎么样？不错，今晚我火气很大。讨厌！美人，别跑呀！王哥，你这是怎么了？你别吓我！要碎了，快叫救护车！好，我现在就叫车。竟然这么惨，系统牛逼！大伯，我给你找到了一个天才主持人。有多厉害？说来听听。昨晚我不是无聊嘛，就随便打开一个节目，没想到那主持人说话特别有意思，每句话都是一个梗，逗得人笑个不停。什么节目？收听率如何？是江城电视台的一个深夜档节目，收听率都已经破黄金档的记录了。这么厉害？可他现在是江城电视台的人，我和那老王有仇，估计他不会放人。放心吧，大伯，他已经被开除了，现在可不是江城电视台的人了。开除了？老王他老糊涂了吧？这种宝贝疙瘩能开除？是他那个草包儿子干的。太好了，这简直是天助我也！正好明晚有个节目缺一位导师，雪儿，你马上联系他，邀请他出席节目。如果他能把节目收听率提升到黄金档的程度，我可以保证为他量身打造一款节目，预算无上限。大伯好魄力，我现在就去联系他。我操，我没看错吧？这是李老师。
真的是本人。那档节目停了，我还以为李老师要消失好久呢。快去叫人，李老师开直播了。各位直播间的网友们，晚上好。李老师，你接下来不当主持人了，要当网红？对，节目停播，光荣失业。今天就先直播试试水，没准备什么有趣节目，咱们就连线聊聊天吧。选我，选我，选我。李老师你好。你好，怎么称呼？叫我陆先生吧。陆先生，听你的声音，您似乎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是的，我最近很不开心。哦，是吗？那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说出来，让大家开开心啊！神他妈说出来，让大家开心一下。这位大哥打死也想不到，一上来就被当成快乐源泉。李老师太溜了，一句话就把我逗笑了。感谢老铁为我们今晚的快乐奉献素材。陆先生啊，其实我是想告诉你，你的不开心或许会成为那些不喜欢你的人开心的源泉，但真正喜欢你的人则会因为你的不开心而忧愁，所以振作起来吧。这就跟生活一样，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是真的舒服啊。我操，这句话说到我心坎里去了。不知道为什么，明知道这是毒鸡汤，但特么听起来比真鸡汤还上头。我终于可以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了。太有趣了！我要通知抖友大军集合。李老师，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前不久过年时，我家里一个表弟发财了，全家都围绕着他转，亲戚们还一直拿我做反面教材，我难受的想哭。要知道，前2年他还是个混混，就是这2年买彩票中了10来万，然后去做生意，结果越做越大，现在开的车都是200多万的路虎。感同身受啊，就看李老师怎么安慰他了。陆先生，关于这个问题呢，其实你也不要那么难过。你想想看，你是不是只看到了别人在表面上活得春风得意，忽略了某些东西？李老师，你说的道理我都懂，你是不是想说，别人在表面上活得春风得意，其实背地里可能是十分困难，或者付出了比我想象中还要多的努力？但我真的就是接受不了，这太打击人了。这一届的粉丝怎么那么喜欢自己脑补啊？不，陆先生，您误会了。我想说的是，你只看到了别人在表面上活得春风得意，却不知道人家在背后也过得风生水起啊。陆先生，你还好吗？完了，不会被打击崩溃了吧？让我喂毒鸡汤可以，安慰人真不会吧？各位兄弟，江湖救急啊！李老师，你就让他哭一会儿吧，哭出来就好了。我觉得这个时候你的沉默就是对他最大的安慰。李老师，我觉得你有必要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人家是在伤口上撒盐，您这是在伤口上烧火做菜呀，太秀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听到他哭反而忍不住想笑。看来只能自己上了。陆先生，您先不要激动，您好好想想，有钱就真的快乐吗？啊，李老师，你的意思是，赚的越多，不见得就越开心？不，你以为有钱人过得不快乐吗？他们的快乐你根本想象不到。我操，太溜了！李老师，求求你别说话了。别人是在伤口上撒盐，你这是不停的撒辣椒粉啊！他要的是安慰，不是被继续戳心肺子啊！哎呀妈呀，我要笑疯了，真的！哎呦，不行了，不行了，我就不该找你。还是太玻璃心了，人家表弟都已经发财了，除了接受哪还有别的办法？好了，让我们欢送上一位朋友，有请下一个幸运粉丝。李老师你好，我是你的忠实粉丝，你可以叫我小美。小美你好，感谢你的连线，不知道你有什么心事或者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如果有的话，可以大胆的说出来。放心，我们绝对不会笑你，除非忍不住。对，我们绝对不会笑，除非忍不住。李老师绝对是在祖安大学进修过的，
同9年，汝河秀。主持人，我没有什么故事，就是有点无聊，我想让你讲讲段子给我们听。那好，既然你想听，我就讲几个我朋友圈的小故事。啊？朋友圈的小故事？朋友圈有什么故事啊？不都是晒娃晒旅游的吗？我有一个朋友，他叫王根基。王根基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有深意啊！不知道为什么听到王根基这个名字我就想笑。检测到主人正在讲故事，是否使用身临其境天赋？使用。那是发生在夏天的事了。某天，我正跟王根基吃饭，他突然向我哭诉：“林哥，我好气！”怎么了，根基？你不知道，我朋友圈刷到有一个女的发了一大段辱骂男性的话，还有这种事儿，太过分了！林哥，不信你看，一项全球调查结果显示，世界上99%的女性希望在520收到化妆品或者珠宝，而不是泰迪熊、巧克力、玫瑰花之类的。在520这一天，外国男士会购买昂贵精美的礼物送给女伴，共进浪漫的烛光晚餐；而天朝男性用便宜的礼物打发老婆，老婆晚上还要做饭、干活、洗衣服，分享给我朋友圈的男士们。这过520就过呗，何必要拉点所有男性啊？实话实说，最讨厌这种人了，动不动就一棒子打死无数人。520算什么节？就非得过吗？看到这条朋友圈的时候，我也很气，但一下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毕竟有些女性就是这样的，啥事都能找人背锅。为此，我只能劝一下根基兄弟。兄弟，算了，别跟他计较了。林哥，我开始跟你想法一样，懒得理他，但是他竟然骂我，还讽刺我。我一听，这娘们有问题吧？一棒子打死了全国男性就算了，为什么还要单独辱骂我兄弟啊？咋了？为啥人家骂你啊？我告诉他外国人不过520，让他删了朋友圈，结果他就噼噼啪啦的骂我。你怎么知道？你去过国外，普信男什么都不懂，在这里逼逼赖赖什么？这可是某专家调查研究后告诉我的，死杠精！我看完之后也觉得根基确实有点杠明了，毕竟他都没出过国，怎么知道外国人不过520啊？所以我就立马就劝他，兄弟啊，你也没有出过国啊，你怎么知道外国人不过520？外国人就是不过520，不可能会过520。好，外国人不过520。那你说说，为啥他们不过520？根基给我解释了一句后，我才意识到，原来他不是杠精，而是外国人真的不过520。哼，网友们，你们猜根基到底说了什么？我操，李老师，你别卖关子啊！为啥外国人不过520啊？李老师，你倒是说呀！李老师，不要憋大招了，快点说吧！要礼物是吧？给你刷。同问，外国人为什么不过520啊？别吊胃口啊！李老师，求求你快讲吧。因为520谐音是我爱你。外国人他们不说华夏话。外国人不说华夏话，我靠，真像了！你们开心就好。我操，根基简直就是逻辑鬼才啊！是我们冤枉了根基。我竟然没想到，差点就还以为那女的说的真的。好的，我们继续往下讲。当我意识到根基是正确后，我问他，那后来这个女人怎么回你的？就听到王根基语气悠悠说，他把我拉黑了。废话，能不拉黑吗？你这么拆台，人家那里还有面子啊！换我也删你啊，那女的不得尴尬死？根基，换我也删你啊，哪有这么拆台的啊？唉，说到拉黑，我这朋友根基还有一个故事。什么故事？李老师，快讲，我们还想听。我兄弟根基因为年龄问题被家里催婚，但你们猜怎么着？短短1个多月，他就被全国最大的相亲网站给拉黑了。不可能吧？被相亲拉黑，他们有生意都不做？不可能吧？这种网站巴不得男性客户越来越多，怎么可能拉黑啊？好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李老师，快讲。
我记得那天学校刚放暑假，根基就约我出来，一见面，好家伙，他哭得跟个200斤的孩子似的，双眼通红。出啥事了？怎么就哭了？林哥，我今天登那个相亲网站，系统提示我被拉黑了。什么？我一听拉黑这2个字，火气当场就上来了。现在的相亲网站这么强势的吗？说拉黑就拉黑，就是这给我兄弟造成多大的心理阴影啊！所以我当场就自告奋勇，掏出手机拨打的客服电话。你好，先生，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你们网站怎么搞的？凭什么拉黑我兄弟？不可能，先生，客户就是上帝，我们是绝对不可能拉黑客户的。那我兄弟王根基怎么被拉黑了？王根基？对，你敢说你们网站没拉黑他？这，先生，你先不要激动。这样，我加您微信，发一些图片给您，您自己评评理，好吗？客服都这么说了，我还能说啥？我瞟了一眼旁边还在抽泣的根基，忍住了没说话，同意了。不到1分钟，客服就加上了我的微信。后来呢？加了微信后，客服就发了很多截图过来，都是女嘉宾的朋友圈，每一个朋友圈下面都有我兄弟的评论。看完这些评论后，我沉默了。我终于意识到，这沙雕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找不到对象。我随便念几段给大伙听听啊。久违的假期终于迎来了心心念念的墨尔本，顶着30-40度的高温，在没有人的海边瑜伽，被7月的阳光抚摸着，尽情享受澳洲的热浪。以前每年夏天都在岛国购物，偶尔来海边散散心也挺好的。很明显，这位女嘉宾想秀一下自己的精致生活，希望得到点赞或者羡慕的回复。但我兄弟根基，他直接在下面回了4个字：怎么做到的？老生常谈哈，少吃多动。我已经半年没有吃零食了，天天去健身房练瑜伽，让自己忙起来。有多少付出，就有多少收获。听到这儿，大伙是不是也觉得没问题？这对话多正常啊，怎么就好端端的把人拉黑了呢？李老师，这回答没有问题啊。为啥这个女人要拉黑根基兄弟啊？根基太惨了吧？我觉得他没有错。对呀，凭什么拉黑他？我和各位观众的想法一样啊！这一问一答，甚至让我觉得王根基情商开窍了。但你们永远想不到他后面回了什么，知道的话能被他活活气死。是什么？我问的是，你怎么做到7月份在墨尔本大家都穿羽绒服的时候，你一个人穿个比基尼就在海边逛啊？你们说，就这个情商，能不拉黑吗？笑死我了，笑死我了！王根基完全是逻辑鬼才啊！666，根基兄弟简直就是情商天花板，当然是负的。太会拆台了，我很想知道这个安娜的心理阴影面积。简直是朋友圈最强杀手，没有之一。最恐怖的不是这个，像这样的截图，客服发了我一大堆。我再说一个，你们品品。快说快说，我想听听他还有什么骚操作。一个叫一只奇哥哥的女孩，她在朋友圈发了这么一段文字：唉，为什么每个加我的新人都要问我是不是18岁？好吧，我承认我长得年轻，30岁了，还能拥有这样白皙的皮肤，但我并不沾沾自喜，因为女人的年龄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岁月的沉淀。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的年龄，我都被你们搞烦了。我去，这味儿也太冲了！凡尔赛文学10级学者啊！这种文案我见多了，翻译一下就是：快来夸我年轻，快来夸我漂亮。我猜根基绝对不会按套路出牌。李老师，这次他会怎么拆台？我看到这个截图后，我当时就想，根基的脑回路就算再清晰，面对这种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文案，总该没辙了吧？最多点个赞就过去了。结果，你们猜怎么着？姐姐，不是你自己在资料板上写的18岁吗？既然没有错的话，那你还怪别人问？笑死我了，这王根基也太耿直了吧！我觉得根基这人吧，人挺不错的，就是不会说话。情商到了根基这个程度，算是废了吧？
根基啊，听我一句劝，安心找个寺庙当方丈吧，别再祸害人间了。其实吧，虽然我兄弟头有点铁，性格有点憨，但还是有眼瞎的啊，不，还是有慧眼识珠的姑娘看中过我这个兄弟，甚至有一次恋爱都到谈婚论嫁，去见女方父母了。那最后成了吗？没有，见完家长后，他们就分手了。为什么？难道是女方家里看不起他？这里面肯定有故事，李老师快讲。说起来，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而故事的起因就是他的名字。王根基这个名字挺喜庆的啊。李老师，你快讲吧，就别卖关子了。那是1年前，王根基谈了一个白富美，经过1年的恋爱，于是王根基就带着一份厚礼去了女方家里。为了表示重视，女方还召集了一大批亲朋好友来见。哎呀，你就是小王吧？你们想啊，未来岳父一上来就喊你小王八，不但不能生气，还得陪着笑脸，这是何等的折磨！哎呀，不，你看叔叔这嘴，说错了，哈哈，你就是吧？我不行了，救护车！哈哈哈哈哈！快叫救护车！笑死我了，这爹是神助攻还是猪对手啊？哈哈哈哈哈！我仿佛看到了根基兄弟当场去世的画面，太惨了，真的太惨了！哈哈哈哈！连续2次被未来岳父精准踩雷，我兄弟王根基当时的心情可以说是万念俱灰。而就在这个时候，未来岳母出现了。他总该叫对了吧？老杜，你瞎说什么呢？嘴上没个把门的。哎呀，你就是根基吧？长得可真帅，难怪我们家女儿那么喜欢你。我操，三杀，这也太尴尬了！哈哈哈哈！大夏语博大精深，无论怎么叫都是绝杀。不行了，李老师，你这朋友也太惨了。怎么样，小美，现在感觉心情好点了吗？好多了，谢谢李老师。不过说到见家长，我也挺头疼的。一想到过年时要面对各种催婚，我明明才23岁啊，搞得跟我33了一样。没错，每次过年回家都不是过年，是渡劫。唉，我妈已经给我安排了8场相亲了，救命啊！所以我想问问李老师，你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关于相亲的特别故事啊？关于相亲，我脑海里倒确实有一件记忆深刻的事，不过这可不是段子，而是一个恐怖故事。啊！恐怖故事！李老师，你别吓我，我胆子小。我觉得还是毒鸡汤段子比较适合深夜。恐怖故事，我最爱听了，快讲快讲。这个故事是关于我一个外号叫阿豪的朋友的。他32岁，事业、家庭都普普通通。由于年龄大了，亲戚们疯狂给他介绍对象，但结果都失败了。久而久之，他产生了逆反心理，死活不肯再相亲。直到一次，他表姐给他介绍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阿豪当场就心动了。见面后表现得十分殷勤。不好意思，我想去一下洗手间。不要去厕所。不要去厕所，千万不要去。为什么？这家咖啡店的厕所有问题。难道厕所有脏东西？相亲女也很好奇，这个厕所有什么古怪吗？厕所里面有脏东西。先前跟我在这里相亲的几个女孩子，都是说去一趟厕所，结果一个都没有回来。我操，吃人的厕所！李老师，你确定你不是在乱编？我有点害怕，怎么办？看我弹幕护体。可能是因为阿豪讲的太恐怖了，那个女孩听完脸色都白了，还真就没去厕所。那要不我们开门见山，聊聊彼此的情况吧。我今年32岁，在城里租房住，然后没车。工作呢，我觉得还挺稳定的，1个月4000多，加提成能有5000。不好意思，我肚子有点不舒服，还是要去一趟厕所。别去，不是跟你说了吗？那个厕所有问题。你听我一句劝，真的不能去啊。完了，又一个出事的。李老师，接下来呢，那个女生
不会真出事了吧？女孩走进厕所后，喂，姐，你给我介绍的是什么对象啊？条件怎么这么差？好歹我也是名牌大学毕业，月薪过万。算了算了，我假装上厕所先走了，你负责收尾一下。就这样，拜拜。完了，我都已经跟他说了不要去卫生间，去了就回不来，他非不信。怎么跟我相亲的女孩一去洗手间就消失了呢？又失踪了一个。李老师，你这是要把我笑死啊！我终于可以放心去厕所了。主持人，你真的太有才了！这是我10几年来听过最搞笑的恐怖故事了。可怜的阿豪，竟然都没反应过来。我的天，首次开播100万在线人数，这数据还在涨。这是个超级潜力股啊！必须要立刻上报上去。喂，主管，我发现一个超级潜力股。各位，夜深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今天最后再连线一位幸运粉丝就下播，就你了 ，ID 是独钓寒江的朋友。李老师，还记得我吗？都怪我太迷人了，让你从电视台一路追到直播间里来了。李老师还是这么有趣。今天有碰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吗？没有，李老师你就继续讲段子吧，我还想听关于王根基的段子，要是能把我逗笑，我就送你一份惊喜大礼。哦，惊喜？行，看在惊喜的份上，我就再牺牲一下我的好兄弟。那就讲一个王根基最初追女生时的故事吧。这个故事，那时候的他是个名过其实的舔狗。有一次，他在酒吧里认识了一个女孩，可姑娘嫌他没什么本事，就没答应跟他处对象。王根基没有气馁，他开始了疯狂的追求，日夜不休。早上说早安，晚上说晚安，朋友圈点赞永远是第一个，但一直没什么效果。谢谢，我只把你当朋友。就这样，他舔了足足几个月，钱也花了不少。我们这些做兄弟的实在看不下去了，为此我专门找了一个住在深山里的得道高人，希望通过这位大师能够感化他，让他脱离苦海。大师，我兄弟为情所困，恳求大师开解一二。坐。大师，我不懂如何放下。施主，请你拿起你身旁的杯子。阿弥陀佛，其实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放不下的，痛了你自然就会放下。各位，夜深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今天最后再连线一位幸运粉丝就下播，就你了 ，ID 是独钓寒江的朋友。李老师，还记得我吗？都怪我太迷人了，让你从电视台一路追到直播间里来了。李老师还是这么有趣。今天有碰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吗？没有，李老师你就继续讲段子吧，我还想听关于王根基的段子，要是能把我逗笑，我就送你一份惊喜大礼。哦，惊喜？行，看在惊喜的份上，我就再牺牲一下我的好兄弟。那就讲一个王根基最初追女生时的故事吧。这个故事，那时候的他是个名过其实的舔狗。有一次，他在酒吧里认识了一个女孩，可姑娘嫌他没什么本事，就没答应跟他处对象。王根基没有气馁，他开始了疯狂的追求，日夜不休。早上说早安，晚上说晚安，朋友圈点赞永远是第一个，但一直没什么效果。谢谢，我只把你当朋友。就这样，他舔了足足几个月，钱也花了不少。我们这些做兄弟的实在看不下去了，为此我专门找了一个
住在深山里的得道高人，希望通过这位大师能够感化他，让他脱离苦海。大师，我兄弟为情所困，恳求大师开解一二。坐。大师，我不懂如何放下。施主，请你拿起你身旁的杯子。阿弥陀佛，其实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放不下的，痛了你自然就会放下。痛了，你自然就会放下。确实，再会舔的舔狗，痛了自然就会放下。李老师，这个大师在哪里能找到啊？我也想问问他一些问题。李老师，这好像不搞笑啊。别急，故事还没完呢。当大师说完后，王根基沉默片刻后，抬头看向大师。大师，我能换一个杯子吗？可以。不对吧？陶瓷杯导热快，装开水会更烫手吧？我们也很疑惑。大师，请您继续倒水。小施主，你怎么回事？难道不烫吗？烫。那烫为什么不放手？结果，你们猜王根基是怎么回答的？难道是水温度降下来了？他手指头垫了垫垫子。李老师，求求你，快讲吧！你不讲完，我今晚都不用睡了。怎么换了一个杯子就放不下了啊？唉，只听我那个兄弟强忍着剧痛，哆哆嗦嗦地说：“因为这个杯子是他送的。”阿弥陀佛，老衲也无能为力了。舔狗是真的牛逼。老子要笑死在这个直播间里了！原来是女神送的，怪不得肯放手。舔狗是真的牛逼啊！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舔狗生死相许。不行了，李老师，我肚子都笑疼了，你太有趣了。怎么样，愿赌服输？现在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你说的惊喜是什么了吧？惊喜就是你现在去开门就知道了。我操，什么情况？美女粉丝深夜送上门，李老师吃的这么好吗？太羡慕了。不会真的在门外吧？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我们明天再见。Surprise， 李老师，你竟然真的找上门来了？怎么，不请我进去坐坐吗？我还以为男生的房间都会很邋遢呢，没想到李老师你的房间这么干净，简直不像个单身汉。您大半夜敲开我的门，该不会就是为了来视察卫生吧？直说吧，到底什么惊喜？李玲李先生，我代表省级电视台正式向你发出邀请。省级电视台？你能代表他们？我叫莫雪，我大伯就是省级电视台台长穆成，我把你的事儿跟他说了，他非常欣赏你的能力，决定聘请你为解忧大师的特邀导师。特邀导师？对，那个节目刚好缺少一名导师，若是你能和前天一样把节目收视率带起来，我大伯可以为你量身打造一个专属节目，预算无上限。预算无上限？这魄力倒是挺大，让我好好想想。直播间的受众跟电视节目受众不一致，若是想多收割点情绪值，两面开花才是王道。我可以答应，但有一个要求，除了录制节目外，其他时间我要自由支配。不管是开直播，还是做其他私活，电视台不能干涉。没问题，我替我大伯答应了。私下里只要你不违法，
哪怕你天天和女粉丝谈恋爱，也没人管你。说到谈恋爱，要不要考虑一下我呀？和你？对啊，我不够漂亮吗？算了，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我还是搞事业。切，胆小鬼！解忧大师，明天下午3点在省级电视台1号演播厅录制，别迟到。知道了，慢走不送。系统，查询当前情绪值。主人当前情绪值58问，可进行5次高级抽奖。立刻抽奖！恭喜主人获得限量版劳斯莱斯，银魅一辆。我操，劳斯莱斯银魅，那不是全球最顶级的豪车吗？市场价至少16个亿，系统牛逼！不对，这只是产权证明。系统，我车呢？请主人不必担心，3日内就会有工作人员将车送到主人手中。那就好，继续抽奖。恭喜主人获得真心话卡，使用后可使指定目标必说真话。恭喜主人获得黑料卡，使用后可一键曝光目标所有黑料。恭喜主人获得修改卡，使用后可修改任意合同资料的内容。这是撞到卡窝了，全是功能性神卡，不错不错，可以留着做个底牌。最后一抽了，希望再来个天赋。恭喜主人获得神级天赋动人心弦，开启后主人的语言将具备极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直击灵魂。太爽了，要什么来什么。正好明天录节目时可以用。现在的电视台是怎么了？什么阿茂阿勾都有资格上台了？哼，看来咱们这一行确实得整治了。一个20出头的毛头小子也来当嘉宾，简直拉低我们的档次。各部门准备，3、2、1，开始！感谢各位受邀的观众，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们，欢迎各位收看解忧大师节目。首先介绍今天的3位导师，第一位，短视频平台1000万粉丝大咖，著名职场鸡汤导师刘文斌，刘老师。刘老师。第二位是我们某书上的资深情感鸡汤导师徐彤老师。徐老师，我们爱你。以及第3位新晋大火的毒鸡汤开创者李玲，李老师。3位导师已就位，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位求助人登台，不知道他会带来什么样的难题呢？主持人好，3位老师好，我叫小张，是一个刚毕业、正在实习的工地安全员。小张，你好，不用太紧张，可以把你遇到的困难说一下，我和我们现场的3位导师都会竭尽全力为你排忧解难。我来自农村，我爸腿有旧伤，所以家里条件差。去年刚毕业，在工地当安全员，1个月工资5000左右。可是就在上个月，我谈了3年的女朋友，跟着一个开宝马X5比她大8岁的男人走了。我现在特别迷茫，真的，男人是不是穷，就真的一无所有？所以我想辞职，创业拼一把。今天来就是想问问几位老师，我到底是该豁出去创业，还是继续工作？小张是吧？你的遭遇我深表同情，但我想说的是，年轻就是要大胆去拼，不要犹豫。杰克马当年怎么创立阿里的？找老婆借钱，背水一战。他们当初靠的是什么？
就是一股气儿，一个信念。你现在的情况和他们当年何其相似，所以，我100%支持你创业。带着这股不服输的精神，你一定会成功。刘老师说的对，趁着年轻就该多去冲，多去闯，这是在帮他们，简直就是在劝他去送死。是的，我本人也非常同意刘老师的观点。根据世界一项数据调查，成功人士往往都是那些敢于拼搏的人。年轻人醒着拼就对了。我明白了，谢谢两位老师的提醒。什么狗屁大事？这小伙子家境差，父亲还有腿伤，一旦创业失败，他面临的就是万丈深渊。到时候你们两个会对他负责吗？恐怕是有多远躲多远吧。不知道李老师，您对这位年轻人有什么好的建议？小张，你的遭遇我听完了，但我发现你其实还有一个优点。什么优点？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又穷又丑又没有本事？你看，这不就是你的优点吗？啊，这也算优点？当你觉得自己又穷又丑又没有本事时，别绝望，至少你的判断力还是挺准的。检测到主人正在尝试以理服人，是否开启动人心弦天赋？开启。小张，你知道为什么丑小鸭最终能成为白天鹅吗？你知道为什么灰姑娘能成为王子的新娘吗？你知道为什么白雪公主会被王子所救吗？因为丑小鸭努力不放弃，坚强面对生活。因为灰姑娘善良美丽呗。因为白雪公主纯洁无瑕，所以王子才会爱上她，救她。错，非常错，大错特错。丑小鸭能成为白天鹅，是因为她爸妈就是天鹅。灰姑娘能参加王子的舞会，是因为她是伯爵的女儿。白雪公主能被王子救，因为她是公主，她漂亮。你换个农夫家的丑闺女，躺那儿试试，你看王子救不救？王子恨不得自己多长2条腿，跑得比马都快。你现在选择创业，意味着你将失去唯一稳定的收入。我支持有梦想的人，但做任何决定前，先看看你自己的情况。你年迈的母亲，你腿伤的父亲都指望着你。如果你创业失败了，结局是什么？你想过吗？让你那腿脚不练的父亲重新下地干活，让你母亲扛起生活的重担吗？我不管别人说的那些狗屁鸡汤有多好听，但请你记住，生而为人子，须懂感恩。不求你做多大贡献，但求你别辜负任何一个在意你的人。我操！醍醐灌顶，这才是真正负责任的大师。说的太好了，跟李老师比起来，那几个简直就是离谱。粉了，这才是我们想听到的现实但温暖。李老师，谢谢您，谢谢。我明白了，我家里为了供我上大学已经欠了不少钱，我不能再那么自私了。谢谢你，李老师。哎，别，这还没过年呢，我身上也没带红包啊。谢谢李哥。台长，节目爆了，收视率一下增加了5个点，收到的短信反馈也炸了，都是奔着那位李玲老师的表现来的。您请他来，简直太值了。很好，继续关注。怎么样，大伯？我没推荐错人吧？不急，让子弹飞一会儿，我想看看他最终能创造出什么奇迹。感谢李老师的建议，让这位求助者受益良多。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下一位求助者。老师们好，我叫林欣，我和老公结婚2年，我是全职妈妈。我老公年入20万，本来生活还可以，但我最近发现他每个月都偷偷摸摸给他农村的亲妈转1000块钱。就这，作为子女给父母1000块钱有什么问题吗？这不是最基本的孝心表现吗？以前他转几万块都跟我商量，现在他连这1000块都要瞒着我，我心里特别不舒服。我觉得他在欺骗我，我最近天天失眠，都想离婚了。这位嘉宾，这绝不仅仅是1000块钱的问题，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信任。今天瞒着1000，明天就能瞒着1万，这种欺瞒绝对不能容忍。
这就是对女性最大的侮辱。徐老师说的对，这就是欺骗，这就是不信任。男人都是大猪蹄子。这动吗？我也认为徐老师说的对，婚姻就像一棵树，信任是水，树无水则枯。这位女士，你要拿出铁娘子的气魄去斗争，去谈，绝不能让他继续这种欺骗行为。谢谢两位老师的支持。我要谈到什么程度？让他以后把工资卡都交给我吗？对，你丈夫犯下如此大错，不仅要上交工资卡，最好还要发朋友圈公开向你道歉。感谢两位老师的意见，下面有请李老师发言。对于你刚才说的这些，我只有一句话。什么话？这他妈的还不赶紧离婚！老师，其实我们感情基础还是有的，直接离婚是不是太……哪有一上来就劝离婚的？我感觉是这女的有问题，李老师怎么还帮这女的？这不是李老师的风格啊！不，你误会我的意思是，让你丈夫赶紧跟你离婚。让他跟我离婚？不然呢？留着你回家过年吗？李老师，您是不是表达错意思了？我不知道是这个世界疯了，还是你们疯了。一个男人年入20万，给生他养他的老娘1个月1000块钱算背叛，算欺骗，那可是他亲妈。你在这儿忧愁失眠，是因为他骗你吗？不，你是心疼那点钱。如果他是偷着给你爸妈1000块，你还会觉得这是欺骗吗？你只会嫌他给的少。我不是。百善孝为先，在你们眼里他是撒谎精，在我眼里他没做错。算我求你了，像你这种三观崩坏、贪得无厌的女人，赶紧放过那个男人吧，别祸害人家了。说得好，李老师牛逼！我操，解气！说的太对了，如果男人给的是女人的父母，估计这个女人都会觉得少吧。给父母1000块也要被审判，这个世界终于有个清醒的人了。这位李老师，你说话会不会有点太严肃了？难道在你心中，婚姻之中充斥着欺骗，反而是正常现象了？对啊，我们女人辛辛苦苦维持这个家，难道就活该被骗？这节目组从哪儿请来的人啊？这也配叫大师？一个男人连给自己亲妈1000块钱都要偷偷摸摸，你们看到的是欺骗，我看到的只有心酸。周女士，你自己刚才说你老公年薪20万，扣除五险一金和日常水电，每个月到手少说也有7、8千。请问这笔钱是他揣在自己兜里，还是上交给你？交给我保管的。那好，既然钱在你这儿，我想问问，你每个月是怎么花这笔钱的？我当然是拿来家用的啊，维持一个家不要钱啊。家用，好一个家用！恰好最近各平台的年度账单都出来了，你介不介意把你的账单发给后台工作人员一份，让大家开开眼？这是我的个人隐私，为什么要给你看？你这是侵犯肖像权和隐私权！主持人，我有他的账单。
老公，你怎么在这儿？我发了。精彩，太精彩！一个年收入10几万的家庭，光网购就花掉7万。最讽刺的是，自己捐款1万不吭一声，而老公给亲生父母1000块就成了十恶不赦，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呸，恶心！宁愿捐给别人，也不想给婆婆花钱。世上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人？王先生，麻烦你现在当着所有观众的面，给你岳父岳母打个电话。打电话？对，就说你发工资了，你老婆让你给他们转生活费。不管二老问什么，你就咬死说每个月给2000。王海，你别听他的，不要打！好，我打。喂，王海啊，怎么这时候打电话？妈，这不是发工资了吗？欣欣手机坏了，让我给您二老转生活费。他说给您转2000块钱，我想问问，是打在哪张卡上？什么2000啊？这每个月明明是4000块，怎么就变成2000了？是不是你贪了？好好好，妈，4000是吧？我懂了，一会儿就打过去。王海，你听我解释，我那是……哎，这位男嘉宾，你先别急啊！主持人，今天谁劝都没用。你误会了，我不是劝你别生气，我是让你先别急，先听听人家怎么狡辩。对，听听他怎么狡辩。不是你们想象的这样的。你们先听我狡辩啊！王海，我爸妈养我这么大，我给他们1月4000怎么了？有必要这么斤斤计较吗？你也不想想，咱们的孩子是谁带大的？我爸妈每天帮忙带孩子，要钱了吗？哼，在外面请个保姆，1个月不还得4、5千？简直蠢得无药可救！你给我闭嘴！我天天加班加点，为了谁？为了这个家！你每天躺在家里点点屏幕，钱哪来的？我当初就说了，孩子你来带，或者把我爸妈从农村接过来带。结果你非说我爸妈是乡下人，身上全是细菌，容易让孩子生病。本来就是，你爸妈身上全是细菌，传给孩子怎么办？就你那点工资，够一家人去趟医院的吗？好，这件事我不跟你计较。可后来呢？你又嫌带孩子麻烦，3天2头的抱到你爸妈那里去。结果我每次去接，你妈就拿着一个账单给我，告诉我这是咱儿子今天花的钱。就因为不是孙子，你妈能计较到这个程度，连1块钱的买水钱都要找我报销。这有什么问题吗？我们的孩子凭什么要我爸妈贴钱养啊？王先生，上帝赐予我们双手，可不仅仅是用来握手的。我操，打得真爽，舒服了，舒服了。我十分唾弃这个男人的行为，应该给他左脸再来一个。王海，你疯了！你竟敢打我！我要跟你离婚！李老师，你这是在公然挑唆家庭暴力，简直是胡闹！一段婚姻出现问题，双方都有责任，怎么能靠暴力解决？这位男嘉宾，千万别被不三不四的人误导了。婚姻需要的是沟通和包容。对啊，生活虽然会让你苦一阵子，但只要你适应了，未来就是无限的美好。对，刘文斌老师和徐彤老师说的太对了。这就屈服了，小子。王海，你确实要多听听2位老师的鸡汤。按照你现在的情况，如果继续这么忍下去，生活确实只会让你苦一阵子。等由于你的妥协，让你彻底适应之后，他就会让你苦一辈子。
神他妈苦一辈子！李老师，谢谢你，你说的对，老子不忍了。离婚是吧？谁不离谁是孙子。民政局还没下班，结婚证我现在让爸妈送过来。从今天开始，我就要让我的爸妈回城里住。1个月我爱给多少爱多少，老子挣的钱想怎么花怎么花。李老师，您的话虽然毒，但救了我的命，谢谢。不能再让这小子这么嚣张下去。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选手上台。主持人好，3位老师好，我叫汪梅，今年28岁，目前是家庭主妇。王梅女士您好，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呢？是这样的，我最近因为房子的事儿，在跟我老公闹离婚。离婚？是因为什么事儿？我老公老家拆迁，赔了3套房。我弟弟最近要结婚没房子，我就想让我老公把1套房给我弟弟，可他不但不肯，还跟我闹离婚。我是我妈的女儿，我妈养我这么大，我为我弟弟考虑，我有错吗？等一下，我是不是听错了？把老公家的房分给弟弟？他家3套房，他爸妈留1套，剩下的2套，1套给他，1套给他妹妹。他妹妹以后嫁人，房子不就是别人家的了？我弟弟以后发了财，还能忘了我们吗？我就想问问，是不是我老公一直没把我的家人当家人？我操，伏地魔！那么刘老师、徐老师，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吗？看来刘老师和徐老师不太擅长处理此类事情。那么我们直接有请李老师发表意见。其实当汪女士说完这番话后，我特别的心疼您的弟弟。我真没想到，汪女士您的弟弟竟然遭遇了如此厄运，年纪轻轻就特么的瘫痪在床上了。李老师，我希望你说话尊重点。我弟弟人好好的，什么时候瘫痪了？哦，原来您还知道你弟弟没有瘫痪啊？我还以为您不知道。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你心里没点数吗？我很想问问这位女嘉宾，你是怎么把无耻这门学问学到登峰造极的？你公婆的拆迁房，他们爱给谁就给谁，轮得着你插嘴吗？你小姑子就不是你公婆的女儿了？来，我来问问，你结婚要的礼金是多少？能在这里说明白不？我们家当初根本没要礼金。主持人，他撒谎。程宇，你怎么在这儿？我要是不在这儿，不就错过了一出好戏？李老师，当初他们家结婚，一口气要了男方28万8的彩礼。我听其他同事说，男方为了凑这笔钱，把4位老人的养老全掏空了，甚至连家里的地都给卖了。天哪，这吸血吸的也太狠了吧！4位老人的棺材本都押上了，他怎么好意思说没要彩礼？是，男方是给了28万没错，但这个钱最后不都交到我手里了吗？我的钱不就是我老公的钱吗？这有什么关系？得了吧，汪梅，你以为别人不知道你那点八卦，咱们公司早就传疯了。彩礼一到你手里，第二天你弟就全款提了一辆18万的车，至于剩下的，你天天在公司拆快递，一天3、4个，早让你挥霍光了。钱我用了又怎么样？我弟弟刚毕业，好不容易找了一家上市公司实习，要是没车，迟到了怎么办？等我弟以后飞黄腾达了，随随便便还我们一辆40、50万的宝马，这叫变相投资，你懂不懂？
李老师，您作为情感导师，在全国观众面前公然嘲笑嘉宾，这是什么职业素养？没有，汪女士，你误会了，我只是突然想起了高兴的事情。我是受过专业培训的，无论多好笑，一般情况下我都不会笑。汪女士，请继续你的表演。你们简直合伙欺负人！这位情感导师，我麻烦你放尊重点。就你也配？现在我只想通过这档节目，给汪女士的丈夫隔空科普几句。根据法律规定，从你们领结婚证的第一天起，财产夫妻共有。你现在立刻马上去银行，把你老婆所有的转账流水拉出来，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要求她把这些年凭空转给娘家的钱依法退还一半给你。现在民政局还没下班，是个男人就赶紧行动起来。王梅，你个贱人！当初结婚你说彩礼是留着买房装修的，现在房子交房了，你他妈拿去给你弟买车，我卖你大爷！老公，你听我解释，我是在电视台做节目，我真的是在做节目。解释个屁！老子就在看电视，老子现在已经开车在去省电视台门口的路上了。今天天王老子来了，老子也要跟你离婚，老子要让你净身出户！程宇，你这个小人，你给我等着，都是你害的！等什么等？汪女士，麻烦你现在看一下工作群1分钟前发的通告，人事部已经把你开除了。开除了？滚吧！别在这丢人现眼啊！我一个女的都看不下去了，娶到你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方趁家里要量力而行，把夫家吸干去养弟弟，脑子有坑吧？支持李老师！感谢各位观众收看本期的情感连线。生活需要理智，婚姻需要尊重。让我们下期再见。李玲，别高兴得太早。我会让你明白，你今天犯了多大的错。只有不敢咬人的狗，才会疯狂乱吠，给自己壮气势。你。李老师，您今天简直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不值一提。李老师，你就别谦虚了。今天节目一播，估计今晚您就要占据各大新闻的头条头版，很快就要成国民级大师了。承你吉言。时间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李老师慢走。哈哈哈哈哈哈！这个李玲真是一语中的，就该这么治治那些伏地魔，痛快，太痛快了！爸，您笑什么呢？彩票中了？你看看，快看看这个节目，这个李玲说的太对了，只有强者才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现在网上那些什么歪理，就该被这种毒鸡汤狠狠的灌醒。我操！爸，您说的是李玲老师，她又上节目了，我去，怎么没人通知我？李玲老师，你认识她？对，我昨晚就是看她直播，笑死人了。还有直播？快把她账号推给我，我也要看。你去短视频平台上搜索李老师。你看，你看，这个李玲说的太绝了，我们的钱凭什么要全部交给女方管？这才是人间清醒啊！我妈要能分进去一半，我的人生就能少一半烦恼。
的解忧大师收视率破纪录了，甚至快赶上新闻热榜了，各方电话都打爆了。广告商加钱要投广告，果然是一尊奇才，快带我去见李老师，我亲自拜见他。啊，台长，李玲老师节目一结束就离开了。走了？你们就这么让他走了？快去把他追回来！大伯，我去追吧。那就拜托你了，小雪。不管什么条件，都要把他签下来。保证完成任务。王台长，他联系我干什么？难道是想劝我回去？可惜没机会了。喂，李玲，我是王台长，没打扰到您休息吧？哦，是王台长啊。你找我什么事吗？是这样的，之前你被赶出电视台一事，我完全不知情啊！我要是知道，绝对不会纵容那孽子为非作歹。你看方不方便来电视台一趟？我们好好谈谈，顺便让孽子当面给你道歉。不知情，真当我是蠢货。不过也是时候把之前原主受的气讨回来了。好，我现在就过去。好，那我和孽子在办公室等您。师傅，去江城电视台。李老师，喝茶。不必了，王台长，我们直接开门见山吧。你说让你儿子当面道歉，是真的吗？对，没错，李老师，之前都是因为我这个不成器的儿子让你受了委屈，我真是惭愧呀！混账东西，还不快滚过来给李老师道歉！对不起。有人道歉了吗？我怎么好像没听到？你别太过分！你这是什么态度？给我重新道歉！对不起，这下你满意了吧？李老师，这孽子都让我给惯坏了，回头我一定好好教训他。你就大人有大量，别跟他计较了。回来吧，我保证，只要你回来，全台最好的资源，黄金时段的节目全都优先给你。怎么样？道歉我是收到了，但很抱歉，我不原谅。李老师，不满意我们再谈谈。李玲，你别他妈给脸不要脸！信不信我现在就封杀你？就凭你，就凭这个？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你可是跟我们江城电视台签了竞业协议的，只要你敢走，10年之内别想在任何电视台露面。你搞错了吧？我可不记得签过这种东西。签没签？你看看上面的名字不就知道了？年轻人啊，你还是看看就知道了。这还真是原主的笔记，怎么回事？难道是……阿林，台里人事说要补签一份入职简历证明书，你签个字。我看看。你还信不着我吗？我都帮你检查过了，赶紧签字，签完我们还要出去约会呢。好，我现在就签。柳如烟，你坑我！看我干什么？要怪就怪你自己蠢，我随便哄哄你就信了，活该被坑。李玲，我现在给你2条路，要么乖乖回来，我保你前途光明；要么你就揣着这份协议从大众视野里彻底消失。你自己选吧。系统，立刻使用修改卡，帮我修改签名。丁，
修改卡使用成功。年轻人，我劝你好好想想。俗话说，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不要太计较以前的事。我儿子都给你道歉了，你还想怎么样？乖乖回台里，对你我都好。我绝对不会回来的。李玲，我看你是真不见棺材不掉泪。爸，别跟他废话了，直接封杀他。哼，你确定这上面签的是我李玲的名字吗？不是你的名字，难道还是我的名字不成？这可说不准，我劝你好好看看。怎么会签的是我的名字？怎么可能？我明明是亲眼看着他签的字，怎么会变成你的名字？既然这份协议与我无关，那我就不奉陪了。系统对王台长使用黑料卡。年轻人，你别太异想天开了，想扳倒我，除非……王台长，不好了，出大事了！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台长，您包养女大学生的事儿上热搜第一了，全网都报了。什么？这是怎么回事？爸，你居然包养小三了！你这样对得起我妈吗？闭嘴！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吗？现在立刻马上把消息压下去。是。不好了，台长，审计那边接到实名举报，您做的那些假账，还有挪用项目经费的证据，全被匿名寄到纪委了。这是假的，是污蔑！给我！台长，不好了，您和女主持人的开房记录被曝光了。台长，您的境外账户流水。台长，王少之前强暴女学生致死的事又被人曝光出来了。看来报应来的还真是快呢。你闭嘴！喂，领导，我是小王啊，还请您出手帮帮我。我们不熟，以后不要再打电话过来了。完了，全完了！我不是台二代了，是你，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对不对？李玲，我要杀了你！证据呢？你有证据吗？李玲，你给我等着，等我爸摆平这事儿，我弄死你全家！王台长，现接到实名举报及多项确凿证据，请你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王腾，你涉嫌一起强暴罪，现依法对你进行传唤。爸，救我吧！我还没过上几天好日子，怎么这就倒台了？对了，还有李玲，她现在发达了，我可以去找她复合。李玲，你等等！这位小姐，麻烦你自重。李玲，之前都是王腾威胁我，我才不得不和他在一起。其实我心里一直是爱着你的，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我们复合，我保证，我以后一定全心全意对你，再也不会离开你了。柳如烟，你凭什么认为我还会要你这个被弄脏了的玩意儿？不对，你一定还爱着我，我们复合好不好？李玲，我们真的不能回到从前了吗？我嫌你脏，滚！李玲，你别太嚣张，不过就是走了狗屎运而已。要是错过我，你这辈子再也找不到像我这么漂亮的女人。谁说她找不到？亲爱的，你怎么才出来？人家等你等好久了。在楼上看了出好戏，耽误了点时间。他是谁？
我是李玲的现女友，你是那位背叛李玲的柳小姐吧？还要感谢你的眼瞎心盲，让我得到了这么好的男朋友。不，我不相信。柳如烟，多谢你放手，以后还请自重，不要骚扰我。我们走吧。李玲，你以为这女人对你是真心的？等新鲜感过了，这女人一样会甩了你。我说你，请问哪位是李玲先生？我是。李玲先生，您订的劳斯莱斯银魅已送到。劳斯莱斯银魅，天哪，那可是估价15亿的顶级豪车！我操，15亿的车，不可能，他怎么可能会这么有钱？难道这一切都是真的？我到底错过了什么？李玲，这车怎么了，穆大小姐？刚才不是还挺能演的吗？现在怎么话都说不清了？我是怕把这车碰坏了，这么贵的车，把我卖了也赔不起。赔不起的话，以身相许也行啊。你想得美！说吧，来找我什么事儿？关于新节目的事，我大伯已经同意立项了。我今天过来是和你详细的聊一下。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想法？比如形式、内容？我想搞个形式简单一点的，类似于单人脱口秀。前期先说一些犀利的笑点段子，等后期体量大了，可以结合时事热点，做一些吐槽类的内容。这个主意好啊！现在人们压力大，就需要一些可以放松解压的搞笑节目。李玲，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随便一想就一个爆款节目。这种节目可是我前世经过市场检验的大爆款，不想爆都难。这么好的节目，一定要有一个特别亮眼的名字。李玲，你快想想叫什么比较好。既然我们做的是搞笑类节目，不如叫笑点大爆炸吧。这个名字好，符合风格又好记，就它了。口播草本的话，我这边会准备好，其他的就得交给你了。演播厅布置的简单一点就行。没问题，放心交给我吧，5天之内绝对搞定。回见。回见。要不要上去喝杯茶？喝茶多没意思，我更想看猫后空翻。啊？我没养猫啊。是吗？我觉得有只小野猫应该挺会翻的。李玲，你个流氓！系统开始抽奖。恭喜主人获得黑料卡1张，使用后可让被指定者倒霉24小时。恭喜主人获得真眼卡1张，使用后可让被指定者露出真正的容貌。恭喜主人获得山顶庄园别墅1套，产权已发放。恭喜主人获得豪华游艇1辆，产权已发放。恭喜主人获得神级天赋万象细笔。就是这种感觉，灵感源源不断，仿佛能看透未来。万象细笔真是太神奇了，有了它，前世看过的电影、电视剧岂不是任我拍？到时候情绪值再也不愁了。不过电影、电视剧周期太长。对了，这个时间点可以考虑短视频，见效更快。李玲，这么快就想我啦？暮雪，我想跟台里借一个专业的拍摄团队，越快越好。没问题，你想做什么？想拍几个短视频段子，顺便给我们的笑点大爆炸预热一下。行，团队和设备我安排，场地和演员呢？需要一个大学宿舍的室内景和老式便利店的室内景，演员挑几个有笑感、演技差不多的就行。没问题，我现在就联系，明天下午大概就能准备好。谢了。林老师好，李老师您来了。李老师辛苦了。李玲老师好，我们都超喜欢你的，能和你合作太荣幸了。是啊，你之前讲的段子又解气又好笑，这次我们能参与，保证全力以赴。谢谢大家支持，希望这次我们能一起呈现出最完美的作品出来。玲哥学姐，灯光、机位、演员都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开始。开始吧。辛苦各位老师了，杀青收工。李老师想的段子太绝了，我演的时候自己都忍不住笑场。
我感觉这视频一发出去，肯定爆。今天辛苦各位了，待会儿领个小红包，讨个彩头，回头请大家吃饭。谢谢李老师。李玲，你又给了我更大的惊喜。真爆了才算惊喜，抓紧时间剪辑吧。我亲自盯后期，尽快给你成片。你先回去休息吧，今天够累的。好，那我先走了。李先生，这是钥匙，别墅内已经打扫干净，您随时可以入住。好，这才是生活啊！李玲，第一个短视频已经剪辑完成，我把视频发你了。效率还真高。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李老师，他也玩上短视频了，看看他又整什么活了。同学，你怎么了？我家为了给我凑学费，把家里养的3只羊都给卖了，太可怜了，我们一定要帮帮他。阿虫，我今天不饿，这饭你帮我吃了吧。谢谢。我奖学金到账了，咱仨这次的班费哥们儿包了。这不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的？大家都是兄弟嘛。林哥、涛哥，谢谢你们这4年的照顾，我请你们去我家玩吧。行啊。阿虫，你不是说你家卖了3只羊才凑齐学费吗？对啊，原本30万只，卖了3只，还剩下299997只。哇哈，神，还剩299997只，太有趣了，必须立刻转发。不行了，笑得肚子疼。想扶贫，结果发现对方比自己更富，太尴尬了。情绪值加100，情绪值加80，情绪值加120。效果比我想要的还要棒，后面或许可以3线开花。喂，李玲，你不在家？我敲门好半天了都没有回应。搬家了，地址我现在发你。行，我马上到。好家伙，李玲，你才是现实版的舍友 A Plus 吧？深藏不露啊！这地方你买的？算是吧。坐，喝点什么？不用麻烦了，我来主要是祝贺你旗开得胜。那条短视频数据炸了，我朋友圈都已经刷到几10次了。意料之中，不过你特意跑过来，应该不只是为了说这个吧？确实，李玲，既然短视频这么火，你有没有兴趣开个影视公司，专门搞这个？影视公司倒是个路子，不过我精力有限，得先找个信得过的人帮我打理公司，要不恐怕顾不过来。那你看看我可以吗？世界顶级商学院 MBA， 辅修传媒管理，在校期间参与过3家初创企业的商业计划并成功落地。现在在我大伯的电视台实习，你看看我够不够格当你公司的 CEO？ 够，太够了。启动资金和剧本创意由我负责，运营团队搭建对外合作由你全权把控。初期我给你20%的股份，可以吗？我不要股份。那你要什么？我要你。那今晚吴总就留下来吧。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事儿没做，我得先回去了。还以为你真的大胆，原来是个嘴强王者。对了，你那条短视频数据爆炸，热度正高，我们是不是该趁热打铁，把笑点大爆炸的消息放出去了？我已经想好了，节目播出当天中午发第2个短视频，在视频结尾直接植入笑点大爆炸节目预告，正好顺带测试一下粉丝的转化率和粘性。不用铺宣发吗？你要知道新节目接档可是会收视跳水的，只凭一个短视频的结尾预告能行吗？这样就足够了，毕竟我的名气还没有那么大，再加上一个新节目，
如果宣发占比太大的话，你大伯那边可是会有压力的。行，那我这就回去安排。真的不留下吗？我卧室里养的猫后空翻可是很棒的哟。哎，李老师又更新了，姐妹们快来看，李老师又更新了。老板，哎，你这儿有神奇冰红茶吗？我要200件。200件啊！哎呦，不好意思，我们这儿没这牌子的冰红茶，来点别的吗？算了，我就要神奇。对不起啊。请问有神奇冰红茶吗？给我来100件，微信给你啊。哎，对不起，我这儿没有这牌子的冰红茶。那算了。给我来200件冰红茶。好，我现在就给你搬。要那个神奇冰红茶。不好意思，我们这儿没这牌子的冰红茶啊。那我去其他地方问问啊。哎，别走啊！哎，你是神奇饮料厂吧？麻烦你给我送300件神奇冰红茶。大姐，您那300箱神奇冰红茶的钱已经收到了，稍后会有人帮您送货上门。哎，你们不是那个买冰红茶的吗？你不是要200件冰红茶吗？你有了吗？有300件呢。你给我来包口香糖吧。您看能不能退货呀？不行，货物售出，概不退换。那我就不打扰了。他奶奶的，又上当了！李老师，你太损了！便利店老板实惨，大冤种本种。老板的表情我能笑1年。最后只要了包口香糖，杀人诛心啊！套路不重样，笑点天天爆，笑点大爆炸，今晚10点，省级电视台等你哦。李老师又要开新节目了，我得赶紧预约。哈哈哈哈哈！李玲，你是真的狗。老板，我当时害怕极了。从希望到绝望，只需1箱冰红茶的距离。笑不活了，这什么新型商战？大伯，您看看这热度，这讨论度，除了台里的几个老牌节目，还有其他的节目能做到这种效果吗？这爆表的关注度，难道不值得一个黄金档吗？小雪啊，我知道李玲有热度，节目有潜力，但越是这样，越要稳。稳？放在好时段，有热度加持，不是更容易出成绩吗？省级电视台是4大地方台之一，黄金档是什么地方？那是兵家必争之地，是多少双眼睛盯着的焦点。李玲一个新人，如果一开始就把她放在那个位置，等于把她架在火上烤。万一节目稍有瑕疵，就会被无限放大，那才是真的得不偿失。我知道，我就是觉得可惜。没什么好可惜的。10点档虽不是黄金档，但或许对李玲的受众来说更适合。况且若能在这个时段打败黄金档，那不就更能证明这个节目的价值吗？大伯，您说的对，10点档就10点档，我相信我们的笑点大爆炸，无论在哪个时段都能炸翻全场。我这就去准备了。这孩子，李玲，你来了。这布置想法不错。那当然，我可是根据你给我的脚本弄的。李玲，你准备好了吗？当然。那我们开始吧。灯光音效准备 ，Action！ 木姐，收视率 1.07， 网络直播在线人数77万加，比我们预期的要高。继续盯着。笑点大爆炸，爆掉烦恼，炸翻压力。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亲爱的主讲人李玲。咋回事？不是说搞笑节目吗？不知道啊，难道是怕没人来冲场，故意把我们骗进来杀？李老师，说好的搞笑节目呢？老子差点吓尿了！差评！系统开启身临其境天赋，已为您开启。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想对正在观看的观众们问一个问题：你们曾遇到过灵异事件吗？靠，果然是灵异节目！救命啊！我一个人在看。别吓我，我胆小。李老师真会玩，把搞笑节目搞成鬼故事，把人骗进来杀。不管你们相信不相信这个世界有没有灵异事件，但接下来我的故事
可能会颠覆你的三观。那是很久以前的一个晚上，8岁的我为了写老师布置的日记作业，独自一人跑出去买日记本。天色已晚，街道上的店铺都已关门，找了足足20分钟，才看到一家破旧的小超市开着门，内里狭窄且凌乱，只一个年龄很大的干瘦老头在柜台前坐着。我当时有些害怕，但还是硬着头皮走了过去，说明来意。老头突然发出阵阵怪笑，拿出了一本黑色的笔记本。你很幸运，这是我商店里最后一本日记本了，我可以20元卖给你，但你要注意，千万不要打开这日记本的最后一页，千万不能打开。老人家的语气很重，似乎这笔记本的最后一页有什么恐怖的事情一样。在好奇心之下，我最终还是买下了这个笔记本。我操，鸡皮疙瘩起来了，好吓人，但我忍不住想听。后面呢？后面发生什么了？回到家后，我立刻锁好门。或许是太好奇了，我没忍住，慢慢把日记本翻到了倒数第2页。就在这时，一阵诡异的风从窗户外吹来。没想到这一阵风竟然吹到了日记本上，最后一页被打开了。到底是什么啊？难道是死亡笔记？还是说这里面封印着什么恶魔？难道这本日记是一本凶杀案的关键物品？难道这最后一页写着一个更加恐怖的故事？打开之后，预想之中的任何灵异事件都没有发生，一切都显得十分安静。我的胆子再度恢复起来，他慢慢的凑了过去，死死的看着日记本的最后一页。当看到最后一页的内容后，我的瞳孔猛地一缩。只见那日记本最后一页写着：建议零售价2元。各位观众，欢迎来到笑点大爆炸。建议2元，怪不得不让打开最后一页，这特么能翻开吗？一个傻子被一个奸商坑的故事，从李老师口里出来，就是特么的不一样。建议零售价2元，这个笑话无敌了！不行了，不行了，我要笑死在这个节目里了。快把朕的速效救心丸速速呈上，我笑得心脏受不了了。现在多少了？收视率1.67，网络直播观看人数涨到了466万加，而且还在继续上涨。通知下去，立刻把刚刚这段剪下来，全宣发渠道打开，把热度再给我往上推。是。好了，各位，刚刚纯粹是活跃气氛，咱们言归正传。接下来，真正恐怖的灵异故事就要开始了。拉倒吧，李老师，我们已经知道你的套路了。再信你，我就是狗。几年前，一家人因女儿读书的问题，突然搬了新家。搬到新家的时候，一件极其古怪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家的女儿经常会一个人趴在窗边出神，时不时的笑着对外面说出一句“伯伯好”。伯伯好。起初，一家人都不以为然，觉得自己女儿是跟路上的人打招呼。可是渐渐的，妈妈发现了不对劲。自己家门前的这条街道基本上没有什么经过，可自己的女儿依然对着空无一人的大街，时不时喊一句“伯伯好”。我靠，这次不会真是灵异故事吧？我明明提前看过脚本，怎么听李玲说出来时还是感觉瘆得慌？妈妈觉得很不对劲，立刻紧张的询问：“你在干嘛？”你在干嘛？我在和伯伯打招呼啊。哪个伯伯啊？当妈妈问完，只听女儿猛然道：“哎呦！”当然是太阳伯伯啊！我就知道这狗东西没变好骗。确实，太阳伯伯怎么不算伯伯呢？李玲绝了，简直鬼才！我特么要笑疯了，这反转绝了！神特么太阳伯伯，我强都不服就服你！同为人，入何秀？段子爆炸，观众无价。接下来开始我们的互动环节。节目还没开始，就要一些粉丝啊，为了支持我的工作，纷纷提出了许多问题来询问我，希望我在节目上回答。首先，这是一位来自安省的粉丝，他的问题是：主讲人，你为什么能如此不要脸？问得好，太敢问了！李老师，这个问题你怎么答？
这位粉丝朋友，我觉得你在诽谤我。我这么帅的脸，恨不得一天24小时照着镜子，生怕丢了。怎么可能不要呢？下面这个问题来自一个3年级的小朋友，他的提问是：最近他考试成绩不行，他爸爸妈妈正在责怪他，希望让我说一句话鼓励一下他。这位小朋友，一次考试失败了不要紧，你还小，你爸妈应该还挺年轻的，还可以再要一个孩子。哈哈哈哈哈！可怜的孩子，他只是想要一个安慰罢了，你却这么扎心，老子迟早要笑死在你这个节目里。学姐，林哥太有才了，怎么什么问题在他嘴里都能回答得这么搞笑啊？要不然我怎么会看中他？继续盯着后台，注意舆论。放心吧，木姐，绝对不会掉链子的。李老师，您能用不超过3句话来形容一个人很穷吗？哦，说到穷，我最有发言权了。这么跟你们聊吧，前几天一个小偷偷溜到我家找钱，然后我跟他一起找了起来。李老师，你是我见过最穷的主持人。大家稍事休息，接下来插播一条广告。还在为离婚撕照片 out 了！全球首创量子纠缠调解法，专治感情绝症。只需一次催眠，精准擦除小三容貌记忆，只留下他欠我8万8的核心债务信息。以前我老婆一提离婚就剪我皮带，现在好了，调解员给她植入了离婚就会破产的潜意识。昨晚吵完架后，她就给我炖了10全大补汤，虽然汤底飘着我碎成2维码的信用卡。新时代新方法，本院研发情绪挖矿机，吵架伤波直接兑换虚拟币。上周一对夫妻靠对骂3天怒赚2.5个虚拟币，直接兑换了马尔代夫双人游，现在天天在家练习重金属操枪。相信爱情不如相信我们 PS 部，结婚照能 P 复婚，心电图也能 P 复跳。地址：幸福路离婚办事组隔壁，卷不过就加入，离得快接得也快。电话：52094离就离。哈哈，杀人诛心！这是什么奇葩广告？玩脱酒队，这是拆家公司吧？电话号码谐音梗差评。好的，广告结束，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粉丝问答。接下来的这位粉丝来自南城，他的问题很有深度。李老师，你有没有遇到过关于分手的事情？分手之后你是怎么生活的？这个问题问得好。其实关于分手，主持人我作为这么帅的人，自然是经验丰富。别虚啊，听我说完。其实分手后的日子，一个人吃，一个人喝，一个人逛街，一个人打游戏，甚至一个人通宵，一切都回到了一个人的状态。生活变得很简单，很平静，只是耳边没有了那些喧闹的声音，没有人嫌弃我不洗脸不洗脚。我可以忍受一个人吃饭的孤独，但我忍受不了黑夜，因为在那些漫长的黑夜中，一想到我终于失去了那个管家婆，躲在被窝里的我终于忍不住偷偷笑出了猪叫声。我操！把老子眼泪还给我！神他妈笑出猪叫！李老师，你真是毒鸡汤界的祖师爷！木姐，这节目效果绝了！你看这曲线，观看人数又飙升了。这人真是煽情不到3秒必破功。不过观众就吃这一套，继续盯着，差评无所谓，但绝不能有任何引导性负面舆情出现。明白。好了，最后3分钟，咱们看最后一个问题，是来自川省的辣妹子提问的。李老师，你小时候有没有哪件事让你觉得自己绝对是爸妈亲生的？看到这个问题，我很痛苦。说实话，我宁愿我不是亲生的。
那样我就可以去湘江找我的李爸爸，或者去杭城找我的马爸爸。可惜啊，投胎是个技术活，我明显失手了。说正经的，我记得小时候，我爸妈吵架吵得特别凶。我妈这人比较淑女，我爸呢比较市侩，口才极好。我妈吵了半小时没吵过，气得撕心裂肺的哭。我爸那时候也是倔，一点不让。最后我妈彻底火了，指着我爸喊：“你要是再吵，我就让你尝尝失去亲人的痛苦！”大家是不是觉得我妈要自杀？当时我也这么觉得。结果呢，我妈一个箭步翻箱倒柜，直接摸出一瓶敌敌畏。我爸刚想上去拦，我妈大吼：“你别过来！再过来，我真让你尝尝失去亲人的滋味！”说完，他一把揪住正在旁边看戏的我，直接把敌敌畏塞进了我的嘴里。这绝对是亲妈！李老师能活到现在，真的是个奇迹。我是李玲，我们下期再见。你慢点儿，注意脚下。李玲，你看，我们节目首播收视率3.88，在线观看人数破1000万，突破全国新节目首播纪录。李玲，只要我们能保持这个风格和水准，把它做成现象级的国民节目，绝对没问题。这一切多亏了你。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没有你，这个节目也出不来。金公章，有你一半。学姐，台长和几个部门的头都到了会议室，等着听首播汇报，催您赶紧过去。知道了，马上来。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今天累坏了。具体的数据分析和后续会议，我明天再跟你细说。好，你也别熬太晚。检测到主人累积情绪值突破100万，是否立即抽奖？抽。恭喜获得黑料卡乘1，恭喜获得修改卡乘1，恭喜获得记忆碎片检索指定目标或事件乘1，恭喜获得顶级家政服务团队永久，包含5星大厨乘1，专业管家乘1，高级保洁乘2，园艺师乘1，私人营养师乘1，团队已就位，随时可提供服务。这回终于不用回来就面对冷锅冷灶了。先生早上好。先生，您的早餐已经准备好，厨师根据您的口味和今日天气特别搭配。营养师为您制定的本周菜单已放在书房，园艺师正在打理后院的玫瑰。如果您有特殊偏好的花卉，随时可以吩咐。哦，好。好吃，不愧是5星级大厨。笑到头掉，李玲吐槽功力又进化了。那个感情粘合有限公司的广告是认真的吗？量子纠缠调节法，我想试试。广告比节目还秀，求出续集，求体验。地址是离婚办事处隔壁，杀人诛心啊！电话52094离就离，这谐音笑着笑着就哭了。喂，李玲，看到网上的讨论了吗？看到了，反响比预想还夸张。何止夸张，这简直是现象级的2次传播。我有个想法，趁热打铁，今晚就在开直播，不用太久，就简单回应一下这个广告的梗，巩固一下你的个人 IP， 把流量彻底粘住。你觉得呢？和我想法一样，看来咱们两个还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呢。讨厌，又耍贫嘴。既然你也有同样的想法，那今天晚上就趁热打铁吧，我会让工作人员监控实时舆情。好，都听你的。这家伙突然温情起来，还挺让人不习惯的。快来看呀，李老师开播了！李玲，你配用止痛药，从昨天晚上笑到现在了。林哥威武87，无论是毒舌还是段子，都是那么牛逼。各位再这么热情，我就要怀疑我是不是欠你们钱了。
林哥，你节目里那个奇葩公司在哪儿啊？我想去应个聘。打住啊！那是艺术创作，现实中要是真有那公司，老板估计早被请进去喝茶了。我不信，李玲，你这就是藏私，有本事现场连个麦，搞个活鱼现杀。行，既然大家兴致这么高，那咱们今天就临时加个节目，李玲情感观察室，随机连线，当场把脉，药到病除，治不好我把麦克风吃了。大家好，我叫唐昊，27岁，来自哈市，目前在魔都工作，是一名年薪100万的公司高管。年薪100万？兄弟，你这条件在婚恋市场那是香饽饽，怎么这脸色跟丢了魂似的？3个月前，我出差提前回家，想给妻子个惊喜，结果惊喜变成了惊吓。我发现她跟别人有染。我靠，开局炸裂啊！为了孩子，我选了原谅，但我没想到，我的宽容变成了他变本加厉的筹码。最近我又发现他和那个男人纠缠不清。我知道我做的不对，我也知道我对不起你，但我真的不想失去你，阿浩，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闭嘴！孩子才1岁啊，你对得起我吗？你以为我想出轨啊？还不是因为你每天忙工作，不是出差就是加班。我是女人，我也要有人陪啊！我操，这逻辑无敌了！我忙着赚钱养家，你忙着给我带花，这就是典型的田园逻辑。绿了，你还得怪你没陪她绿。等等，这女的怎么这么眼熟？其实这也不是单方面的错吧？老公天天在外面，一点都不关心爱护，对女人的伤害多大啊！就是啊，他只是寂寞了，想找人陪伴而已。只要有爱，出轨又有什么不能原谅的？刚才那是哪位大仙发的评论？爱一个人连出轨都能原谅？要不是老师从小教育我不要乱丢垃圾，我现在真想把你直接丢出直播间。婚姻是神圣的，这个男人为了家庭，为了让妻儿过上好日子，每天玩命加班，你都敢说他不关心家庭？李老师，这种垃圾三观，我不知道你们是从哪个狗屎大师口中听到的，但在我眼里，这就是脑残，就是智障。唐昊，我问你，你一个月到手收入多少？扣除五险一金和乱七八糟的，到手8万到10万。工资怎么花的？说明满点。3万还房贷、车贷和生活费，剩下的5万，5千寄给我爸妈，1万寄给丈母娘，剩下的3万全部上交给老婆，我自己留3000块钱，包括烟钱和午饭。大家听清楚没有？一个月花着老公给的3万块，住着老公供的房，还怪老公加班没时间陪你，你这哪是缺爱啊？你这是缺德吧？我操，这特妈的简直就是一条顶级舔狗啊！给自己爸妈5000，给丈母娘1万，这哥们儿脑子里装的是浆糊吧？难怪这女人敢出轨，换做任何一个女人被这么惯着，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了。年薪100万，自己兜里就揣4000，这已经不是深情了，这是纯纯的活该啊！待会儿我再说你。刘沁，我很想问你一句，你是不是离开男人就活不下去了？主持人，你怎么说话呢？我不是离了男人活不下去，是我一个人守着那大房子，每天盼星星盼月亮的等他。我是人，我有情感需求的，这种寂寞日子谁能受得了？我承认他在情感陪伴上有欠缺，但这绝对不是你红杏出墙的借口。那你扪心自问，如果你娶个老婆，她每天为了工作大半夜才回来，你会怎么样？你不会寂寞，你不会想找个人陪？我说了，那是他的不足，但不是你背叛的理由。动不动就因为寂寞要出轨，那这世界上还有没有基本的道德情操了？看你这样子，你还挺委屈。我告诉你，女人永远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否则你就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你这种行为绝不会有好下场。我承认出轨不对，但我那是情非得已，我只是犯了一个女人都会犯的错误罢了。你至于上纲上线吗？犯错！柳沁，
当着全网观众的面，你敢不敢说你就出轨了一次？如果你只是初犯，我特么也就认了。是我没陪好你。你胡说什么？我发高烧那天，你说给我炖汤，我感动的要死。结果你手机落在桌上，屏幕亮了，一个未知号码发来信息：小宝贝，汤什么时候做好？我在家里等你。我当时忍住了，我想看你到底能干出什么事儿。1小时后，你说汤炖多了要给你爸妈送去，提着壶就走了。留给我的呢，是一盆鸡骨头残羹，你把肉都盛给那个野男人了。你竟然翻看我的手机，你偷看我的隐私，唐昊，你有病吧？你这是变态行为！这价值观，狗都不要。大家别听他瞎说，那个人是我表哥。唐昊不在家，家里坏了东西都是表哥来修的。他叫我小宝贝，是因为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家里人都这么叫。就是啊，疑心病真重，自家表哥的醋也吃。这男人真下头。主持人，我麻烦你说话尊重一点。尊重这2个字是给人的，你觉得你浑身上下哪里像个人？还有你唐昊，你长得周正，年薪100万，这条件放眼全国也是优质男，你为什么偏偏盯着一辆公交车不放呢？你说谁是公交车？说你呢，没听明白，要不要我给你翻译翻译？你满口脏话，你没素质！哼，我嘴巴不干净，也比不上您老浑身不干净啊。唐昊，你给我听清楚了，女人一次不忠，终生不忠。这个道理我今天有必要跟你掰碎了讲一下。说实话，我现在很想骂人，但不是骂他，而是骂你。你是个男人。现在讲男女平等，但这不代表你就要把自己的血性给埋没掉。一个当着你的面出轨，把鸡汤都喂给野男人的女人，你拿什么理由去原谅她？你这种做法就是丢了你们老家人的脸，丢了你祖宗18代的脸。我那是情非得已，我就是因为他不顾家我才会出轨的，我没有狡辩。为什么你总是觉得是我的错？我一个弱女子，我容易吗？你这演技不去拿奥斯卡真是可惜了。通过你这种思维，我真觉得男人的日子太苦了。我真的服了，有才华的你们嫌长得丑，长得帅的嫌挣钱少，挣钱多的嫌不顾家，顾家的嫌没出息，有出息的嫌不浪漫，会浪漫的嫌靠不住，靠得住的你们又嫌太窝囊。你究竟想找个什么样的老公？找个天使吗？天使当久了，他妈的也会累啊！我操，经典！这话简直说到我心坎里去了。骂得好，现在的节目就缺这种敢说真话的嘴替。我条件不错，就因为长得一般，我女朋友天天给我甩脸色。柳沁，我们离婚吧。唐昊，我知道我做错了，我也知道我犯了一个不值得原谅的错误，但你念在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上，念在我们的孩子上，你能不能再原谅我一次？你相信我，这真的是最后一次。如果再有下次，我全家不得。沁沁，你先起来。眼泪果然是老实人的必杀技，看来不出重手，这棵摇钱树是真的想被吸干啊！系统使用真眼卡，目标柳沁。已使用真眼卡。你还记得吗？当初我们刚谈恋爱，你还没现在的成就。我每天给你做饺子，让你带去公司，还有我爸妈，每次你回去都把主卧让给你睡。我真的是因为太爱你了，看你每天忙碌，我心疼，才在自责和空虚中犯了错。我原，等一下，既然柳沁想要复合，我看唐昊的意思也是想要原谅，这一点我倒没意见。只是为了避免以后这两人再扯皮牵连到我得请柳沁对着镜头庄严地回答我几个问题。李老师您问，我问心无愧。柳沁女士，你是真心实意想和唐昊重归于好，以后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吗？怎么可能呢？我是不想失去一棵摇钱树。
你说什么？刘沁女士，你之前说你就只出轨过一次，这是真的吗？如果不是，你到底出轨了几个男生？只出轨一次？您是在侮辱我的姿色吗？从认识唐昊开始我就出轨了，同时我还经常去找小帅哥一起唱 K。我之前每天给他包饺子送去公司，他还说我包的饺子最好吃，其实是去勾搭他那个长得帅的同事。后来他升职涨薪，没时间管我，我彻底放飞自我，一周起码出轨3次。这2年我出轨的人加起来没有200也有100多吧。100多，200个男人。唐昊每个月给你几万块钱去哪儿了？当然是花光了。开房不要钱，买情趣内衣不要钱，我每个月还偷偷给我爸妈1万买贷款房，就怕万一离婚了没退路。我要杀了你！你这个贱人！不听个明白，你这辈子都得当王八！最后一个问题，假设唐昊铁了心离婚，你会怎么做？离婚我肯定不要孩子啊，反正孩子是我跟别人生的，带着拖油瓶我怎么找下家？我已经找好备胎了。当个有钱人的亲父也比跟着这个窝囊废强。我刚才说的都是情不自禁的，这都是假的。唐昊，我是故意气你的。气我的孩子是不是我的？孩子是1年多，我养了1年多的孩子，竟然不是我的。刘沁，你真是好样的！李老师，谢谢你，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唐昊，破而后立，刮斧重生，除了生死，这个世界上没什么事儿是过不去的。加油！我知道了。我想，在这个连线开始之前，许多女生当听到柳青因男生长期不陪伴而选择出轨，第一个念头就是同情这个女人。是啊，我不知道你们是从哪个脑残大师口中听到的理论，从而你们同情这个出轨的女人。但在我眼里，这种背叛已经不是背叛丈夫，也不是背叛家庭，而是背叛了自己。为什么说背叛婚姻等于背叛自己呢？一个女人如果被无数男人追，在这些追这个女人的男人心里，这个女人就是廉价的。女人的价值不在于她有多少男人追，而在于她们本身高尚的品格、思想，是她们本身的能力。提高自我的素质，充实自己的思想，扩展自己的格局，上升自己的品味，这才能真正的提升自我价值。李老师说的太好了，我今天做的最大的决定是看了这场直播啊！这才是真正的情感大师，没有去刻意讨好男生，也没有刻意去捧女生，而是为每个人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对比那些鸡汤老师来说，李老师才是真正有良心的。不得不说，李老师的这番话让我受教了。如果没有听老师这番话，我可能已经……我一直认为被许多男人追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现在看来是我在自己作践自己。听得我热血沸腾，直接把那些追我的女性全部删了。本来想要喝彩一句，听到楼上的话，我顿时无语了。几个菜啊，喝成这样，就这就不行了？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下次有时间我们再见。林哥，之后除了节目和偶尔直播，还有别的安排吗？求剧透。当然有，接下来我会和一位美女搭档，一起打造属于我们的娱乐帝国。美女，你背着我们吃这么好，娱乐帝国？我操，林哥这是要自己当老板了，格局打开了。我能入股吗？跪求入股。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直播我看了，你说的那个美女是我吗？除了你，还有别的美女在这个位置吗？算你会说话，不跟你贫了，
说正事。公司注册、办公地点，还有初期核心团队，我都筹备的差不多了。明天上午我来接你，一起去看看我们未来的战场。好，明天见。走吧，凌云娱乐的新征程开始了。穿越而来不过数月，从被扫地出门的落魄主持人，到坐拥爆款节目顶级住所，如今竟真的站在了属于自己的公司门前。人生之奇，莫过于此。傻愣愣的看什么呢？走啊！悬念即将揭晓，获得本年度最具影响力媒体人，同时其作品斩获年度创新节目大奖的是笑点大爆炸的李玲李老师。感谢平台，感谢我的团队，感谢所有支持笑点大爆炸的观众。但今天，我最想感谢一个人。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合伙人，我最重要的战友暮雪，没有他，就没有凌云娱乐的今天。李林先生，恭喜！笑点大爆炸已成现象级，凌云娱乐也步上正轨。请问接下来你和公司有什么新的计划吗？接下来，凌云娱乐将正式进军影视圈。我们的第一部电影作品《夏洛很烦恼》即将上线。